Okay, hello. Good morning and good afternoon and good evening, matricians, and greetings to the crypto and viewers around the world. And today is 28th of August. As usual, we have our CEO with us for our monthly AMA, which is the August AMA. And today we have a total of 8 questions selected from a total of 160 questions submitted by our matricians. And thanks for your support. And without further ado, I would like to start with the first one. And as usual, we will conduct this AMA in Chinese so we can have more information or more insightful sharing with all our matricians. So this is how we're going to do it, and this will be the practice for now and for future AMAs. So I won't repeat in our next AMAs. So yeah, 第一个问题，陶总。谢谢陶总给的这个时间去参与咱们社区的这个 AMA。那今天我们一共有8条问题来自咱们的这个社区，那一共是有160条问题哈。那首先第一条问题是就是 BCI， 就是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就是脑机的接口怎么样用在不同的领域，包括教育体育或者其他的专业的一些应用的这个场景。那尤其是在专注度方面是怎么能够应用在这些方面的？麻烦陶总可以跟咱们的这个社区去分享一下咱们的一些计划或者您这边的一些看法。好，谢谢陶总。好的，因为现在就是我们也已经给社区做了一些展示，关于我们在这个BCI，就是我们 Matrix 3.0部分关于这个脑机接口方面的一些成果。那么其中一块就是我们做了一些目前关于这个注意力或者说是专注度的一个数据的采集以及应用。那么这个应用呢，就是事实上来看的话，它在一些领域，尤其是像在教育或者是体育的方面，应该是可以应用的。我们在未来可能会去尝试，比如说，让这个上课的孩子带上相应的我们的这个脑机接口的装置。那么其实，老师或者家长就可以实时的看到孩子的注意力的这个相关的数据。从而来评估他，比如说一堂课或者一个时间段里的学习的专注度大概是什么样的，从而对他的学习效果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评估。那么假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他的学习效果不是很好，那么同时我们从数据上也看到他在这段时间专注度并不是好，那我们可以考虑通过来提升他的专注度以及他保持专注的时长来提升他的学习质量。那同理可以用到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也已经在这个我们有一个 demo 也是就是给司机使用的，就是来测试这个就是司机在驾车时的是否的这个专注度。那么在未来可以分析他的驾驶行为与专注度的这样一个联系。那么这个数据对于未来的自动驾驶也好，或者说是对于保险公司来好，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同时也可以从这个数据反向去对这个司机的驾驶行为给予这个正向的这个调整与支持。那么这些我们觉得都是在不同领域它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应用和它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变化和好处吧。谢谢陶总。那也顺带说一下，咱们在8月份一共有3个是关于脑机方面的这个应用是发布出去，包括一个是用这个脑波去驾驶一个车，那另外第二个的这个应用就是把这个单人的这个利用就是专注度去驾驶这个车子变成是双人的一个这个竞赛的一个模式。然后第3个就是用脑波去做 DID 的这个演示哈。然后这边刚才Owen 就是咱们的这个 CEO 有提到过，就是将来就是在这个教育方面可能会用这个学生去看看他们的这个专注度程度跟他们这个学习成绩。那这个只是一个可以用的这个现实的一个场景。那未必是我们将来会是真真切切跟就是一些学校或者是一些老师去进行合作，但是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实在
非常落地的一个应用场景，包括刚才这个陶总也提到过，就是跟这个驾驶的这个习惯也有这个关系。那这些其实脑机的接口在不同的这个场景方面，它的应用都是非常广，而且也是比较这个新进或者是先进。那这个方面也可以看我们之前跟 Neural Matrix 的这个Jackson 做的一个 AMA， 它里面也有提到过，就是在驾驶方面的一些想法，可以跟大家去分享。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很好的这个应用场景，我们会考虑。好，那将来再跟大家去汇报哈。OK，那这条问题是来自 RHub 6。OK， 那第二条问题是来自 URVI 379。OK，在一路咱们的推进，就是这个咱们3.0的这个路线图，那咱们 Matrix 是怎么计划将脑波的数据进行分析，然后跟这个语义方面去做一个挂钩啊？那个陶总，麻烦您去跟我们分享一下。事实是这样的，在未来，其实科学家是希望就是直接通过我们来分析这个脑波。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所传达出来的这个脑电波里面包含了大量的信息，其实里面很有可能就已经包含了我们个人想表达的一些意思或者意图。所以呢，就是如果是可以，我们通过这个在脑电波中把用户他想表达出来的这个，比如说我想说一句话，我在心里想的时候，我就可以通过脑波把它分析出来。这个其实是很有意义的。那么它可以解决，比如说一些具有沟通障碍的人的一些沟通问题，同时可能甚至在未来实现像在科幻片里面一样的，就是我们可以直接通过意识来交流。但是我们目前在这个阶段，我们采用的是一个非侵入式的一个脑机接口。对于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来说的话，我们通过这个阿尔法或者贝塔波中所传递出来的这个信息，想从中间来提取这个语音和语义的这个内容，其实是非常难的，非常难的。所以呢，就是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语音和语义的识别技术，其实更多的是我们在我们的大模型这个 Morpheus 中把语音语义识别放到里面去，其实是为了对我们目前的这个就是非侵入式脑波的一些不足做一个补充。然后我们通过用户他与这个 Morpheus 的去沟通，然后 Morpheus 去理解用户所想表达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同时可以去判断用户他的一些喜好、他的倾向、他的性格，或者说是他的一些思维方式，从而呢结合着我们一个大模型，再加上用户的一些脑波数据，我们希望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来一个分身，那么来替用户做些事情。这个是我们目前的一个计划和我们目前未来可能在短期打算去做的一些事情。那么到未来，如果真的是可以实现通过脑波把这个用户想表达的意思直接翻译出来，那我相信也是，可能是要用到侵入式的一个技术。那么我们也会密切关注侵入式脑机接口芯片它所发展的一些进展，来实时更新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计划。谢谢陶总跟咱们社区做了一个很就是诚实的一个分享。那刚才陶总在他的回答里面包括有3点。第一点就是从这个语义或者是他的真正意图的时候呢，用这个非侵入式的是比较难。那但是也因为这个的关系，我们也预先就是这个做了一个安排。那这个安排就是大家在5月份就是使用过的 Morpheus 这个版本。那它的这个作用就是弥补这一块。那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的话呢，就是其实如果我们要做的话做到这一块，就是跟语音语义方面去做结合的话呢，其实也是可以用这个侵入式的。那这个是我们就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还没有去这个到这一个步骤去实现。从技术方面来说，我们也有这个相应的这个积累可以实现这个事情，那就是到时候去看看最后的发展是怎么样子哈。那第3条问题是来自 EMRA 1995。
OK，那他的问题是关于就是用脑波去打开他的这个钱包，那这个的做法是不是可以应用到不同的这个项目他们自己的钱包？好，那这个是跟刚才我提到过，就是咱们在本月的时候推出的3个关于脑波的应用的其中一个版本，就是用这个脑波去作为一个 DID 的一个验证的方式，去跟这个数字钱包去做一个结合。那麻烦陶总跟咱们社区分享一下。就是我分享2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呃，就是首先呢，就是我们在第一阶段推出的这样一个 DID 的东西，我们肯定会是一个有硬件的，就是有一个可穿戴设备的，有点像一个头环式的这样一个设备。如果是我们推向市场的时候，这个是我觉得是必须的，是这个我们计划中的一个必然的部分。然后另外呢，基于这个的话，我们在第一阶段可能不会用一个纯粹的脑波的方式，可能是会用脑波加上一个2次验证的方式，或者是脑波结合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指脉技术，它们结合的这种方式。其实更多的还是从这个安全性的角度来考虑。那么就是当这个可穿戴的设备它量产推向市场的时候，它其实我们设想它其实可能和像 Ledger、Trezor 这样的钱包是一样的，用户也可以在上面去添加更多的接口或者是这个 APP。那么我们肯定是可以去支持这个一些起码在最开始会去支持一些比较主流的这种平台了，比如说这个 Bitcoin 或者是 Ethereum，这个肯定是我相信会支持的。同时这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希望，比如说我们是希望这个终端是可以成为用户的这个我们所谓的 Avatar Intelligence，可以连接到不同的 Web3世界以及这个元宇宙世界的这样一个入口。所以呢，它未来一定是一个跨平台的这样一个硬件。对，嗯嗯。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个想法和计划。OK，那刚才就是陶总提到了我们两个的产品，一个就是指脉，那另外一个就是用这个脑波去做一个打开数字钱包的一个方法。那这两个都是从一个生物信息方面去做，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我们从这个单纯的这个 AI 的一个项目，变成是一个跨维度的。跨范畴的这样一个项目，那这个是对就是整个项目的一个非常创新的一个贡献，也是希望能够带给就是全球的这个科技的这个业有一些正面的，就是一个示范的这个作用。好，那接下来就是第3个问题来自 Jennifer 051Matrix 团队是用什么样的策略去进行获取人才，还有就是保留这些人才的呢？这个其实是2个方面，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一些核心团队，另外我们在外面也有一些非常棒的，比如像 Neural Matrix 这样非常棒的这种合作伙伴。那么他们对于整个 Matrix 项目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这种人才和财富。那么我们其实更多的说，我们在大部分时间之内，我们采用的其实都是，就是目标的管理。我们希望和人才，我们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愿景，大家可以朝一个共同方向去努力，大家都认可我们未来想达到的目标的时候，那么其实大家就可以在一个比较好的节奏上来进行相互的合作，以及来贡献自己的能力与热情，一起来达成目标。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大家共同认可的这种目标或者愿景，对于整个团队，对于合作伙伴来说，这个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嗯哼，那陶总有提到过，就是愿景是最大的，那有没有其他什么配合的去留住这些人才的呢？呃，就是其实就是在我们这个行业中，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其实比传统的这个，我们说人工智能也好，
或者说单纯的这个计算机开发也好，我们这个行业其实是比较前沿和这个有很多的机会，同时也是风险与机遇并存的这样一个行业吧。所以对于我们的来说的话，其实我们目前的员工，其实大部分来说的话，都是一些更喜欢冒险的这样的一些员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就是对于这个行业来说，并不能很单纯的说，你用一个比较好的这个 offer，你就可以去，呃，嗯去让一个很优秀的人才在这里来为你工作。其实这个嗯是比较难的。那更嗯多的是说，他本身就是也是一个，比如说不安于现状，对未来有很高的期许，或者对未来有很多畅想，希望能做出一些，能影响这个世界、影响社会的事情。那么在这嗯样的情况下的话，其实我觉得这种管理的制度，或者说是或者说是单纯这个待遇来说，我觉得大家有共同的这种理想和目标，我觉得可能是嗯是更重要的。当然我们嗯也有，一些很有竞争力的这种相应的这种待遇，那这个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但是我嗯觉得在这个基础上，那我们有共同的目标，这个肯定是一个，更好的状态。，OK，谢谢 Owen。刚才陶总的这个重点就是，除了 offer 以外，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创新的一个环境，给到有理想的这些人员去参与到这个项目里面，尤其是就是咱们整个项目它的这个愿景是非常创新，也非常的 disruptive，所以这个方面是能够欢迎，就是吸引到很多不安于现状的人去参与这个项目。那这个也是跟我们整个品牌或者整个项目的这个所谓的性格是相关。我们的其中一个特点就是敢于尝试，不怕失败。那这个也是吸引就是不同的方面的人才是进入或者是作为我们的一个合作伙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基础。好。那接下来就是问题是来自大赌77那这个问题是在之前的话，我们有一次的AMA 跟 Euromatch 方面Jackson 也有提到过，就是脑波里面有很多数据，那我们怎么样去获取一些比较有用的这些数据？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是怎么样能够确保这些数字的这个安全的这个考量，还有隐私方面的这个考量。好，那麻烦欧粉去跟咱们社区去分享一下哈。对，就是我们其实因为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咱们团队的这个特点，其实，我们就是一个 AI 的团队，所以我们的在这方面还是有些这种独到之处的。那么其实我们会先去分析一些传统的这种脑机接口，他们的这个团队，他们在提取数据的这个 in and out 的这样一个过程与方法。然后我们就这里我们会加入一些这个人工智能的算法来实现这样一个功能。当然，这个过程中也会有专业的这个就是脑机接口的这个工程师来进行一些相应的辅助，对结果进行一些判断。那么就是我们更大的优势，其实在 AI 这边，我们会有一些专门的这个 AI 算法，它可以更有效的，就是有更高的效率和准确性，来从这个脑波数据中提取我们需要的一些信息。当然，这个我们还就是也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现在我们比如说我们已经搞定了注意力，那么下阶段我们还去分析用户其他的一些情绪以及思维的数据，一个一个的把它们从这个脑波中给它们剥离出来，然后最后我们把我们觉得有用的东西整合在一起来建模，这是我们的一个方式。那么至于脑波数据的这个敏感问题，其实这个我们在 Matrix 2.0中其实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解决方案。其实我们目前的方案也是基于 Matrix 2.0的一个成果。
我们认为这个所有的数据都是用户自己的资产，所以呢，我们必须保护这个用户自己数据的一个首先存储的安全，第二个是把它的这个所有权和使用权进行一个分离。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基本上是用到了这个 Matrix 2.0的两个比较核心的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这个我们的分布式存储。用户采集到的这个脑波数据，我们会直接传到我们的这个 Matrix 主网的 IPFS 上，那么它会在多个节点上进行一个分布式存储。从这个角度上来，使用户的数据在存储的过程中就是一个隐私并且安全的。那么在使用用户数据的时候呢，我们使用了我们在2.0中的 Manta，那么用户的数据将会在一个分布式计算的平台上来进行使用和这个呃应用，那么它并不会集中在一个节点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使用户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初衷，就是让用户的数据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那么即使有人在用用户的脑波数据，那他也并没有办法去获得用户所有的数据，那这样保证用户的脑波数据的一个安全性。这是我们目前所采用的一些，基于我们2.0成果的目前的一些这个技术方案。嗯，好的，谢谢陶总。那也帮助这位提问题的这位大赌气息，就是咱们之前有一个AMA 是跟 Neural Matrix 的 Jackson，呃呃，其中一条问题就是关于这个的啊。那这个也是为什么能够把两个的这个团队能够就是绑在一起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家都有一个问题需要去解决。比如说，我们有 AI 的技术，那 Neural Matrix 方面，他们可以收集很多的这个脑电波的数据。那怎么样去从这些很大量的海量的这个脑波数据去截取有用的这个资讯呢？那这个就需要用到 AI 的技术。那这个也是我们两家能够结成一个战略合盟的一个基础哈。那至于说这个隐私方面、安全方面，之前Owen 在之前的一个 AMA 里面也有详细的就是叙述这个问题。那这个情况就是也可以看为之前的这个 AMA 哈。那接下来还剩下3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来自 King Key King，OK，咱们的 Matrix 怎么样贡献在 AI 的这个研究还有创新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 AI 的一些创新的形式是我们在摸索当中的呢？当然这个也是跟这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或者是我们一直在尝试进入的啊、这个脑神经方面，是我们是可以说一说啊，陶总啊。就是首先呢，我们有几个同事，他们都有这种，比较丰富的这个知识结构，知识结构是比较全面的，所以我们是有几个同事，他们一直在关注，呃，就是无论是这个 AI 还是 Web3、Blockchain、Metaverse 这些他们一些最新的进展的。然后因为有丰富的这个知识结构，所以我们可以在呃，就是当我发现一个新的机会的时候，我们会对有一些这种跨领域的一些思考和结合。那比如说我们现在 Matrix 3.0，它其实我们就是把这个 Web3、AI 和这个脑机接口这些最前沿的科技结合在一起，我们想来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平台和产品。对，这个是我们一直保持我们创新性的一个方式。对，我们当有一些新的想法的时候，我们会在一起讨论，然后来探讨可行性以及应用场景、应用前景。如果有很好的前景和可行性，我们就会来投入。我们3.0的这个路线图虽然经过很长时间的这个探讨，但是也是用这种方式来探讨出来的。那么我们目前在探索的一些新的东西呢，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脑机接口。我们脑机接口其实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脑机接口，我们是想把用户的脑电波通过人工智能的方式，在这个虚拟世界中去建模，为用户建立一个叫 Avatar Intelligence。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创新的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产品或者解决方案吧，这是第一块儿。第二块儿呢，就是我们目前在做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自己的这个大模型 Morpheus，这个也是目前比较热的一个方向。
包括就是为了实现我们前面的提到的这个 Avatar Intelligence 这个里面其实会用到我们 Morpheus 的一些大模型。同时我们在工业方面也有些这种探索的，比如说像 Digital Twins 这些，呃，就是这个数字孪生，那它在我们的这 Avatar Intelligence 未来的发展中，可能也会起到一些相应的作用。那么就是，对，然后包括我们就是在目前正在做的，就是我们希望把我们之前提到的 intelligent 的 contract 完成，这些都是我们觉得是一些比较创新的一些 AI 形式或者模型。我相信这些东西，在未来当我们把它们很完整的以产品形式展现出来的时候，他们会有，对行业或者是对各个方面都会有很大的这种贡献或影响。对。嗯嗯，好，谢谢陶总。嗯，那其实这个问题也牵涉到我们这个关于3.0为什么讨论这么久，也关系到就是刚才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去吸引人才、留住人才，那这些都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创新的土壤给到大家，然后可以在这个土壤里面去让大家去做不同的这个尝试。好，那在我们的 Matrix 的文化里面，勇于尝试，不怕失败是我们的这个基因哈，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得到，我们一直以来的这个演化都是站在一些比较前沿的一些想法，非常有前景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也欢迎就是有这些这个愿景的，这是不同方面的人士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团队里面哈。OK，然后接下来这个问题是阿美9877，这个问题是关于刚才说到的这个 DID 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用生物的特征的话呢，包括我们提到的就是脑波，还有用到的这个指脉，去访问钱包，那这个的话呢？对比起其他的这个解决方案有什么特别的优势，尤其是在这个隐私方面的这个保护还有安全性方面的呢？好，陶总。好的，那么就是其实我把这个现有的解决方案，我觉得分为2块儿，一块儿是传统的这个钱包或者 DID 的解决方案，还有一块儿是目前也有大家在采用的一些这个生物特征识别来做的一些方案。那么我先说这个，相对于这个传统方案来说，相对于传统方案来说，生物特征它并不能，我认为它并不能更好的去提升安全性，或者是所谓的用户隐私。那么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就是目前的，如果是你有能力很好的去保管你的这个私钥，或者说你的 KeyStore 和密码的情况下，你已经可以做到非常安全的一个方式了。那么其实生物特征和传统的这种方式相比来说的话，它的好处并不在安全性上，它的好处应该是在易用性上。首先呢，就是说我并不需要去一直去记着呃，我的这个就是私钥，对吧？我并不需要去记录我的私钥，因为私钥是很长的嘛，那么我们人想去背下来其实很难的。那么如果是我不想背下来的话，那我必须用一个硬件去携带它。如果是采用硬件携带的方式的话，或者用其他方式记录的话，比如写在纸上，它是有丢失或者是这种风险存在的。而生物信息我们并不担心，从这个角度来说，并不用担心它很容易的会丢失。同时呢，就是我可以随时随地的来使用。所以从未来的这个 Web3和这个 Metaverse 来说的话，我们采用生物特征识别来做这样一个解决方案的话，其实是在安全性与易用性中间找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点。它已经具有一个很好的安全性，同时它比传统方式更加好用，所以我相信这个方式应该是比这个传统的这种DID 或者钱包的方式，它应该更适用于未来我们对 Web3或者是对 Metaverse 的这样一个期望。对，那我们再说和这个目前已有的一些这种生物特征识别的方式来做对比。那么目前常用的一个生物识别方式呢，就是指纹。指纹它有它的一些问题，指纹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它在生物识别中，
它并不是一个很安全的方式。就是它有几点，第一个这个指纹的认错率其实是比较高的。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个人的指纹，我们其实就是在这个中国啊，就是我们在一些网上其实都可以买到指纹膜的，它可以在别人的手机上去复制别人的指纹的，就这些会导致个人的生物特征其实是如果光单纯用指纹来说的话，它其实是比较容易遗失的。但脑波或者是我们提到的这个手指静脉来说，它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这是比指纹可能好的一些地方。另外一个就是大家也知道，最近有一个项目叫 WorldCoin，WorldCoin 采用的是用虹膜来对用户的个人的信息做认证。其实虹膜和这个手指静脉，它们是同样一个级别的一个这种生物认证的一个安全级别，它们基本是同样的。它虹膜的问题就是由于要采集虹膜的这个设备，这个比较大，所以一般的用户并没有办法去随身携带和使用。所以目前 WorldCoin 它采用的还是一个，类似于中心化的一个方案。所以呢，只要是中心化，那么我们说 DID 或者是什么，钱包来说的话，它其实就是有安全隐患的。所以我们目前采用的这些东西呢，它其实首先相比于传统的这个钱包或者 DID 的方案来说，我们比它有更好的易用性，同时也有很好的安全性。那比传统的这个就是比目前传统的一些已有的一些生物特征的识别方案来说的话，我们的目标是比他们有更好的安全性。对，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个技术特点吧。Eric，OK 谢谢陶总跟大家分享的关于在这个生物信息方面对比起传统的这种可能你写在一张纸上或者什么其他的一个对比，还有一些新进的一些这个生物信息方面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比较。那Workon 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这个项目，那我们也非常期待他们的一些产品，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去做一些可能的一些合作或者是一些对整个 Web3或者技术行业有这个贡献，那大家可以携手并进哈。接下来这是最后一个问题，刚才也在这个其他问题里面也有就是涉及到就是分散的身份，就是 DID，那我们怎么能够用生物的特征去做实现这个 DID 呢？那这个首先在陶总回答之前，就是我们可以看回就是我们在这个月发布的这个一个 demo。是关于用脑波去怎么样跟这个钱包去做这个结合，去打开这个钱包。那刚才这个陶总也提到过关于隐私方面，就是这个 DID 或者是脑波怎么样去在隐私的层面去做一些考量。那看看陶总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方面可以针对这个问题跟大家去分享一下的呢？因为这个问题提到的一个核心就是说，其实是，呃，就是用生物特征访问如何去赋予用户相应的权限嘛。其实这个权限管理在 DID 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那么其实生物特征对于这个来说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目前我们在释放出来的这个 demo 里来说，它其实对于用户的这个权限就是进行了一个分层的。首先，用户在使用脑波去访问这个用户的这个钱包的时候，他只能是获取到相应的一个查看的这样一个权限。嗯嗯嗯对，如果他也需要有更高级别的对资产操作权限的话，他需要用其他的这种其他的这个二次验证的方式。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已经使用了一个基于生物特征来对用户的这个 DID 权限进行了一个分级。那么其实我们目前就是 Matrix 的技术储备中有的这个特征值生物特征技术还是蛮多的。比如说我们有脑波，对吧？我们有这个手指静脉。那么其实这个可以很好的去对一个用户的整个的一个，比如说钱包，或者说他在 Web3中的一些资产，或者是对人物，我们可以给它分成很多很细的级。比如说我使用脑波去访问的时候，我可以拿到什么样的权限？
对吧？我使用左手大拇指的这个手指静脉的时候，我可以获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权限？我使用右手食指的时候，又可以获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权限？那么我使用脑波加上这个左手大拇指，再加上右手食指的时候，又可以获得到什么样一个权限？因为嗯目前可以采集到的东西是很多的，那么嗯它们中间的排列组合其实是可以给我们的未来的这个 DID 的一个资产也好，或者说是我们在这个 Web3或者虚拟世界中的一个人物啊等等等等，它的这个权限做成一个非常细分的一嗯个嗯嗯这个我们可以给它分得非常细，，yeah yeah，然后同时我们又可以用生物信息去进行一个很好的管理，所以嗯这一点，这个生物特征钱包比传统的这种密码或什么呢，是具有一个天然优势的，对。嗯。OK，陶总刚刚跟咱们分享的就是我们可以实现非常就是多的这个组合去因应不同的场景去做一个授权，比如说老伯加拇指或者是加其他手指可以针对不同的这个场景去做这样的一个设定，那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畅想，或者是就是一个可以做的一个东西，那这个是非常有趣的这个东西。好，OK，那今天一共有8条问题，那我们已经回答完毕。那也谢谢就是咱们 Magician 提供的这些问题，那也希望就是能够越来越多的这种有深度的这个问题提交上来，然后可以有就是陶总去跟咱们去做一些深度的这个分享，也透过这个分享去就是说明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去做，那我们现在做的一个地步到底怎么样？好，OK，好，那谢谢陶总给到就是大家的这个时间，也给到大家这些新颖的一些想法。那 OK，再次就是谢谢 Magician 提的问题，然后也谢谢大家的观看。OK，那下次9月份的 AMA 再见，谢谢陶总，谢谢 Magicians，Thank you Magicians。呀，拜 OK，拜。拜。